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看你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民进党副秘书长何博文，大家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五哥好，大家好。右手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立法院龙云顾问3Q哥陈柏惟，大家好，Thank you。好，那在昨天的时候，昨天一直到6点半左右吧。好，那6点半左右的时候，台北地院正式告诉大家，对于柯文哲的裁定一样维持原来，包括钱也没有加7000万。那当然中间有大家讲到证人这些，还是再阐述了一次。好，那这对柯文哲来讲的话，尤其在未来，那检方当然要不要抗告？检方说等收到裁定以后再说吧。可是如果一直往下，地院的态度是不是非常的清楚？就是你如果再抗告，就算高院再发回吧。那除非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一些的内容在里面，要不然是不是还是会维持这样？是这样吗？而这对于包括柯文哲在未来在国内政坛，因为这个案子还在往下走，那到底会是什么样一个观点？今天正式登场的，包括吕文忠有没有？柯文哲一直出来在帮他喊冤的，就是那应该都已经快当中华民国司法改革上面的一个案子了，好吧？吕文忠今天登场当证人，诘问之间，橘子的角色也浮现出来了。吕文忠也说了他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好，如果真的要讲进入到柯文哲这个案子的话，包括法官有问，那接下来是被告之间共同被告之间的诘问，那要不要隔离讯问啦？类似像这些。但一战是一开始吕文忠先登场，没错。柯文哲那时候高院本来发回来那里头有一个也是因为他帮吕文忠喊冤嘛，没错。那今天呢？今天吕文忠出庭。对我们都知道这个北检抗告的2大战犯一个是陈志涵嘛，一个就是李文忠。李文忠今天登场，正式登场做证人哦。为什么做证人？因为李文忠有4个事情是必须他有来做证的。第一个就是金华城的这个210改签560这个案子，朱亚虎发给他的简讯嘛，透过7个人头把210万捐给了民众党的党部嘛，被判定是说柯文哲收受贿赂嘛，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是最具体的金流证据的部分，所以当然要李文忠来做证人。另外就是众望背信的部分，因为众望有827万把他这个人事费然后拿去给柯文哲做总统选举来支用嘛，所以这个部分因为他是众望的董事长，所以众望基金会的董事长，所以他也必须出庭作证哦。再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木可公关公司包含授权金有1500万，所谓的总部的政治现金捐给了这个木可公关公司，而里面的450万又给了柯文哲，然后柯文哲又拿给他的小孩去买股票嘛，所以这有450万。另外就是木可公益侵占政治现金的部分，包含那个 QR code 嘛，一堆这些钱大概4510万，所以有4个部分的这个罪行必须由李文忠来作证哦。而李文忠当然他依据他过去的习惯，就是我很负责任的说我完全不知情，所以他也在做推脱的工作嘛。虽然在检方的相关的证据已经非常确实，在检调在调查的时候，他也说了很多的实话，但是在法庭上，因为现在柯文哲已经交保出去了，面对柯文哲他还是有点心虚，所以他不敢太多的说实话，所以很多事情他都很负责任说我不知情，包含他担任办公室主任这个我就有意见了。办公室主任他说不是柯文哲任命我做办公室主任的所以我只是外界，并没有所谓的办公室主任，我只是外界为了提高我的身价，所以我自称是办公室主任。我要跟各位报告的是说，整个台北市政府并没有市长是办公室主任的政治头衔，没有这个头衔，都是所谓的市府顾问，就有几职市府顾问，像我就是有几职市府顾问嘛。但是办公室主任怎么任命？就是柯文哲会找他的市府顾问。那一开始的时候有3个人嘛，洪志坤我跟蔡壁如。后来因为我们2个不想要6点就起床，所以就叫蔡壁如去做了这个办公室主任嘛。本来柯文哲是找比较政治经验比较丰富的洪志坤跟我嘛，但是我们认为说蔡壁如跟你比较熟所以你就找蔡壁如做办公室主任。所以第一任的办公室主任是蔡壁如，有没有名片上没有印，都是印市府顾问，因为他不是正式的一个职衔。但是大家知不知道蔡壁如就是办公室主任？都知道嘛，小平就知道嘛，所有的议员都知道，包含所有的市府的人都知道，每一个人都叫他主任。对第二个接蔡壁如，因为蔡壁如去做了立法委员嘛，那就由李文忠来接任这个办公室主任。他的政
正式头衔一样也是市府顾问，但是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办公室主任，而李文忠去做了捷运公司董事长，接下来是谁做？就是周瑜修做这个办公室主任嘛。周瑜修去做社会局局长之后，谁来接这个办公室主任？就是谢明珠来做这个办公室主任嘛。所以所有的议员、所有的市府同仁都知道办公室主任是谁嘛。虽然不是正式的头衔，但是大家都知道。所以李文忠不要说柯文哲没有任命你，如果没有任命你，大家都叫你主任的时候，柯文哲难道不会有意见吗？一定会有意见。而且别忘记了，众望基金会的董事长是李文忠，而包含谢明珠跟蔡壁如都是董事。那为什么周瑜修不是？因为周瑜修是在登记众望基金会的时候，他是社会局的局长，所以我众望基金会要跟台北市政府的社会局登记，局长不能任命他为董事嘛，所以他才不是董事。所以柯文哲很清楚的，他为什么把他的办公室主任都变成是众望基金会的董事？因为做他的办公室主任会有一些政商关系嘛，而这些政商关系就是他未来希望基金会的募款来源嘛。所以柯文哲非常清楚的，李文忠就是他的办公室主任，而李文忠也知道他这个办公室主任的头衔就是柯文哲授予给他的，所以切割不开嘛。但是我要讲的是说，柯文哲有一件事情分得很清楚，如果你对他的财务完全不理解的话，他就是为什么他的钱从众望搬来什么总部又搬来什么党部又用来混着一用。如果你用皇权的思想，你就完全清楚他在干什么了。为什么李文忠说橘子跟柯文哲是一组的？因为橘子跟柯文哲，橘子管的不是这些所谓的众望基金会也好、新故乡协会也好的账，也不是总部跟慕可公关公司的账，这些公司的账或者是总部协会的账是由李文忠管的，他就是户部尚书。而橘子的角色是什么？内务府总管，内务府总管是管的是内库，而且是皇上的内库，简称叫做龙内库所以龙内库呢，李文忠是管不到的。周星驰演的，我知道最后一幕龙内库龙内库呢，就是柯文哲跟橘子才能管的嘛。外账所谓的户部尚书，这些协会基金会的账就是李文忠管的，所以橘子从妙天拿来了1000万。中间的200万是要给这些募款的相关的人等当薪水啦，那但是800万要进去新故乡，为什么是交给李文忠处理？而李文忠不会去问橘子说你钱从哪里来，因为他知道那个叫做内库，那个叫做龙内库，他不可以问的。所以在起诉书里面写得很清楚嘛，妙天的1000万200万会总共有200。以这些人的名义各200万捐给了新故乡协会，那然后呢，就是供新故乡协会其中的800万只给新故乡协会，200万供新故乡协会日常的开销之用嘛。所以很清楚的，柯文哲对于这些财务的来源非常的清楚，而哪一笔钱要进到哪里，哪些人可以用哪些钱，都是由柯文哲直接指示，而李文忠不能过问钱的来源。这个就是他为什么说橘子跟柯文哲是一组的，而我负责的是另外一组。那另外一组就是公共花费的钱，而不是柯文哲自己 Excel 档内账里面的钱。所以他对于内账的部分是不清楚的。另外要讲的是说，那个我们讲到李文忠之后，就会讲到另外一个战犯叫做陈志涵嘛。陈志涵今天也出来讲了，说你们都证据上面都只知道了说金华城里面的210万，那跟金华城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要跟陈志涵讲，你也是证人。你虽然现在可以跟柯文哲接触，你还是尽量的少说话，因为所有的证据在起诉书里面都写得非常清楚了。你害柯文哲不止害那一次同车这一次你上一次就已经害柯文哲一次了。为什么这么讲呢？他传简讯给柯文哲说说李文忠已经告诉检调，说竞选总部的收入指的就是政治现金，这几乎就是死期，已经变成是北检起诉柯文哲的非常重要的理由。因为如果是政治现金，你拿给了慕可公关公司，那拿给了慕可公关公司就是公益侵占嘛，公益侵占政治现金问题。而你陈志涵，你就在这个过程里面，为了跟柯文哲在讨论案情当中，你传的简讯就印证了柯文哲已经知道了这个部分叫做死期嘛。那死期的意思是说，就是有罪的为原因。所以陈志涵在这一点上面
面他又自证了柯文哲是有罪的，所以他害柯文哲已经不止一次了，不是只有这一次的所谓的被羁押这件事情，北检抗告这件事情，包含所谓的政治现金的公益侵占，陈志涵300给行回，又让柯文哲多了2年的罪哦。所以回过头来讲，黄国昌是另外一个战犯嘛，因为交保之后，大家都担心说柯文哲会不会被北检抗告。北检虽然在研议，上一次也研议哦。北检上一次研议，他研议到什么时候？研议到你柯文哲交保出来的时候，骂了北检，讲了李文忠，第2天又跟陈志涵同框之后，我才提抗告书嘛。所以北检的研议是说，你至少要遵守北院的交保规定嘛，你不要连北院给你面子，你面子都不要嘛。所以他才会提抗告。所以这一次为什么他们那么谨慎？包含柯美兰啊，直接希望啊，大家小草啊。不要请暂时停止有关柯文哲的抗议活动，直至一审开庭。为什么？因为他很怕830黄国昌办的活动，如果你们继续办，那这些人来，我柯文哲怎么知道这些人是不是证人？那我柯文哲在情绪激动情况下，我讲的话会不会又变成是北检抗告的理由？这都是柯家人他们为了让他哥哥可以持续交保的一种关怀。但是黄国昌啊，真的这些小草，包含黄国昌，你们真的不要再发起任何的相关的走读活动。因为这些走读活动都会害到柯文哲，会让北检因为柯文哲违反交保规定而去提出抗告。因为这些走读活动都会害到柯文哲，会让北检因为柯文哲违反交保规定而去提出抗告。OK。来，阿苗是来，请问一下，好了，趋吉避凶，那人之常情是，所以每一次开庭的时候，你会看到问证人问什么，那不知道的忘记了，或是这跟我没有什么关系，这很正常，有很多都会这样。那但是有一些挺好，第一个，你判断一下，柯文哲为什么一直甘冒有一些风险，他就是一定要帮李文忠喊冤，为什么？他还喊到李文忠就是冤狱，台湾司法改革要拿出来检讨的案例，他一定要讲这一段。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就这一篇，他就讲李文忠就因为收了这个嘛，对不对？朱老虎传讯息说小沈很小气，7个人210，好了，感谢560。那李就回了一个谢谢将军。这时候问李文忠，他就说他对朱老虎的印象很浅，记忆中没有坐下来聊过天。他这个朱老虎是公关型的人物，对方丢讯息过来，那直觉他觉得是捐给政党。那就替柯文哲感谢对方，没有细读他也不知道到意思就是他干嘛丢一个这个给我，好了，我就只是礼貌回了一下，所以呢也没有细读。周瑜兄那天作证的时候，问到中央金融网所有的，他说李文忠是董事长兼财务长兼执行长，然后今天李文忠被问到就说，不是啊，为什么什么都是我？他说他也不清楚这些。那我说趋吉避凶可以想象嘛，淡化一点也可以想象，但为什么这些都直接是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去做这样回答，他不知道检方一定会往下继续问吗？这个从现在浮上台面的市政人证大大的证词跟金流我觉得大概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啊，柯文哲帮他处理钱的人可能不止一个，对不对？光是现在今天李文忠所讲的，李文忠说橘子有拿钱给他。至少就有李文忠跟徐子瑜2个都是柯文哲的，而且只有橘子知道一些来源，他不知道。他说就是橘子拿给他，他也不知道怎么来，反正就你给我，我就拿用就是了。其实反过来说啊，如果徐子瑜在的话，说不定他也会讲李文忠处理了，他都不知道。因为柯文哲他过去很著名的啦，他是实现所谓单线领导。就是说我是一个老板，然后我下面有6个员工，我跟这个6个员工每一个都是我直接对。这是个单线。好，这6个员工彼此之间可能都不尽然知道彼此在做什么事情嘛。像今天李文忠他就讲说。这个徐子瑜检察官问他说是不是有拿800万给你？他说对，徐子瑜拿给我的。检察官就在问他说，那你有没有问他说这钱哪来？他说我没有去过问而且这个徐子瑜跟柯文哲他用的字根据媒体报道里面他形容他们是一组的，那只是因为今天徐子瑜他没有到案，说不定到案之后他会反过来说李文忠跟柯文哲是一组的因为这是单线领导的特色嘛，就是以这个领导人为核心，然后每一个辐射出去，每一个人都是个别跟他一组。好，那所以为什么柯文哲他现在
要讲说啊，李文忠是冤狱啊，只是因为金华城一条简讯就被羁押这些等等。其实那因为柯文哲知道李文忠是他账房之一嘛，那账房其实就是最容易被突破的破口嘛。那他的2大账房，徐子瑜现在没有到案，所以不会被突破，因为没到啦。但李文忠在啊，而且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1年多前，当时这个木可案，还有众望和新故乡这些连环爆，然后一团烂账的时候，李文忠有出来开一个记者会。当时记者会上他留下来一个名言，就是李文忠说很负责任的说他都不知情。那时候大家很惊讶，想说，你身居这么多要职，结果你都不知情。那后来柯文哲有在脸书上 po 一篇文，好，这现在回去应该找得到。他说他误信50年的老同学，等于是他1年多前，他其实是想要把李文忠做个断点，说我柯文哲是误信了我50年的老同学，这事跟我没关系。所以李文忠当时被检方传唤的时候，是不是因为看到柯文哲这样讲啊？因为人有可能会觉得心寒啊。他也许讲了一些在检方侦讯的时候，那检方侦讯的时候，李文忠当时讲的话，柯文哲什么时候看得到？起诉的时候就看得到嘛。那他花了1年时间研究这些所有的证物，他当然也会知道李文忠在侦讯的时候讲了什么，所以他交保出来，第一个喊话的本案相关的证人、共同被告这个对象就是李文忠。假设你是冤狱，意思是说什么？老同学，我挺你啊，我挺你啊，你是冤狱啊。因为我不能跟你接触嘛，我不能跟你讨论案情嘛，所以我一出来，全国媒体都有播，我讲李文忠是冤狱哦，释放出我挺你，那个看看说今天你会不会挺我？这其实是一种人之常情嘛，大家不但要趋吉避凶，而且大家呢最好呢你挺我，我挺你，我们一起挺过这关嘛。那可是问题是这个如意算盘到底会不会实践呢？现在很大的问号，因为政治献金案跟前面的这所谓的贪污图利案有点不太一样。贪污图利，像图利牵涉到是否明知违法的问题嘛，那贪污牵涉到有没有对价关系的问题嘛，这其实都牵涉到行为人，就是这个被告的主观。他主观上到底有没有知道违法？他主观上到底有没有跟对方形成说我们这是对价关系？所以他高度仰赖证人的证词。那也就是为什么过去1年柯文哲会被羁押的原因，因为当时在审理的很多都是牵涉到高度仰赖证人证词的，所以串供是法官很忌讳的。可是为什么现在突然说交保出来？因为你进到背后这些所谓政治现金、木可、众望新故乡的时候，这一些都有具体的账户的金流一笔一笔比对的时候，你很难用所谓证人的证词改变，就赖掉。像李文忠，他可以说橘子拿给他800万，他拿去存，他顶多只能说他不知道为什么橘子有这些钱，但他不能说我不知道有这800万，因为他有拿去存，所以这个撇不掉。那再来还有什么撇不掉？包括过去李文忠帮柯文哲处理这一些以金华城的事情，你回去看那个时间点，李文忠当时他在台北市任职的时候，我想小平也很清楚啊，他做台北捷运公司董事长，他跟金华城什么关系？业务上完全没有关系哦。可是为什么朱雅虎的接头的联络的是他？这个有简讯你赖不掉啊。那我们台北市政府那个人事资料一调出来，你是什么职务，这赖不掉啊。所以你光是凭着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哦，这种推诿之词，其实最后就是法院评价嘛。因为大家也知道说，会不会那个外面的这些支持柯文哲人讲说，你看他们都说不知道，柯 P 都说不知道，你怎么可以说他知道？我跟他说这个逻辑如果成立台湾不会有任何一个诈骗集团被判有罪，因为诈骗集团在法庭上也都说不知道。但是你背后的那一些相关的非公诉证据啦、物证、书证、金流的证据勾稽起来之后，你的这个不知道很有可能就是说，其实你这只是推诿，假装忘记，选择性遗忘。所以今天李文忠讲的证词，他证明什么？证明柯文哲确实有政治现金以外的庞大不明金流嘛？他那个今天检察官拿出来问那800万，是完全没有在政治现金里面出现的哦，他都是众望新故乡、木可这些东西流来流去的。那柯文哲，你当时是一个台北市长，你何来这么多现金？然后徐子瑜，当然就看徐子瑜那个时候的职务，也是我们台北市政府请的公务员呢。那你可以一个公务员，
拿了一个800万交给这个曾经任北捷公司董事长李文忠，在那边操作来操作去吗？到这个程度还要说清清白白哦，我觉得是很低估人民的判断力。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好，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就是本案照样一直往下审，因为在昨天的时候，那最后北院呢还是裁定柯文哲一样7000万，尹小维3000万，然后包括金额一样维持这样一个裁定，而且呢，今天开始有很多包括柯文哲、李文忠、李文娟，然后会计师段木正，审判长开庭以前先跟检辩确认。今天，而且最近要诘问共同被告尊荣。我在节目跟观众朋友讲过，共同被告之间是互相可以当证人的。OK， 那因为你是被告，被告基本上你怎么说，在法律上面就是这样。可是如果你当证人的时候，你就负有伪证罪，有另外一个罪责的问题，它会有互相之间攻防。那法官就直接先问了说 ，OK， 那因为有共同被告作证，要不要隔离作证？那检方表示说，保障被告在场诘问权优先，不用隔离。那4个人跟律师表示没有意见，好，不用隔离讯问。意思就是，一般如果要是审判长会先问，为什么共同被告之间？因为刚才易善有讲了一句话啦，李文忠碰到柯文哲，会不会讲起话来还是会有一点点奶油？因为毕竟是以前的长官或50年老友，有交情有什么？那如果叫他作证的时候过程，那会不会有一点没有办法畅所欲言？有时候如果避免这个。那就会问说，那要不要就隔离作证或隔离讯问？其他人先离开，这个人就直接问完以后，然后呢，审判长会告诉你大概刚才讲的一些什么东西啦，这个过程。那北检看起来好了，北检看起来也蛮水鬼的，就是说保障被告在场诘问权就不用，大家都在场，大家都听，大家有什么要诘问的就直接互相诘问。不需要再做任何这样一些的隔离，因为好了，也是因为前面反正在侦查庭的时候东西也都落下来，这也是这次北院为什么觉得那还是裁定维持原来，就讲你就算还没传染证人，你当时在北检的时候也都有拒绝所有的一些东西嘛 ，OK， 所以北检就干脆随口说没关系，那大家就直接保障被告的诘问权，这一段一直往下来 ，Thank you。昨天我相信昨天全中华民国大家都在问，哎。那最后结果会怎么样？结果一直熬到6点半嘛，最后维持原裁。柯文哲出来小草欢声雷动，你可以想象。而这所有这一切，包括柯文哲，包括黄昌，在未来你也看到黄昌骂也是，包括今天，包括那时候他一讲北检，你看吧，被打脸了吧？所有这些你会怎么评断？黄国昌跟柯文哲的共同好友是谁？叫做郑生源啊。黄国昌在10年前回答记者访问，那个时候还看到现在有名的时事评论员张宇轩，还在当记者。他遇到一个很尖锐的问题，问他高雄大学的女学生姓叶还是姓蔡？郑生源当时就在那个画面后面。我不是要调侃他学校的事情，是这么久以前他们就是好朋友。郑生源当时就在那个画面后面。我不是要调侃他学校的事情，是这么久以前他们就是好朋友。那这一次郑生源，而且你这几年在网络上看，那个时候太阳花的时候，那些所有的被告，辩护律师，对黄国昌的辩护律师3位，有一位就是郑生源。好，那这一次呢，柯文哲3个律师里面，我们前几天律师节感谢的也有一个对象，就是郑生源，是刚好是他们的辩护律师。那这个呢是那一天出来的时候，这个普利兹可以找他，没有普利兹也至少有 sit down please。好，这个是民众党的荣誉主席，这是民众党现任主席。那2个神情一对比，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情绪有点不一样。那另外一方面，这是柯文哲出来，哇，夹道欢迎，哇，礼拜5晚上为什么不出来？怕晚上人太少，所以礼拜1出来。哇，礼拜1出来的时候大造势，结果现在发现晚上也很多。我看以后柯文哲也不会回避晚上出来。那为什么会提到郑生源？逻辑很简单，我的解读啦。黄国昌一直以为他在操作柯文哲，后来发现他是被操作的人。就他本来可能觉得说，你看柯文哲当时是不是要选总统，说要请我当法务部长？去到每一个争论网络节目，这个柯文哲都
言必称我不懂的事情就请教黄国昌，要当总统还有很多事情要问。哇，一瞬间全那个小草们都以为全台湾最懂法律的是黄国昌啊，结果居然在柯文哲要交保出来的1个月，一连串的操作，黄国昌开始觉得气氛怪怪的。为什么怪怪的？这1年来啊，黄国昌不管推动蓝白合、在野大联盟、违宪诉法等等的，他们所有的目的都是要形成一个白银新共主的状态，这是黄国昌心里的盘算。那到时候柯文哲出来，千古罪人一个，所以新的民众党要挺我的。那碍于这种新党主席的淫威之下，那些柯文哲的小朋友、小弟弟、小妹妹们也不敢公然的反对黄国昌。所以黄国昌一直有一个幻想，就是说，会不会其实他已经10之8九，接下来他的政治路就是披着民众党主席来决定了。结果先是莫名其妙，前2个礼拜开始很认真在讨论2年条款，奇怪柯文哲还没出来，为什么要讨论两年条款？接下来更神奇了，是柯文哲可以在网络发文这件事情，对黄国昌来讲是精神打击。为什么？为什么他可以在网络上发文？这件事情很重要大家我相信懂法律的自己可以去推敲，为什么柯文哲可以发文，而且跟他出来讲的话一模一样？这里面一定有人在传话嘛？因为柯文哲不可能在里面发文啊。结果他出来的那个大演讲，其实我关心到的事情是，他出来那个大演讲跟他前几天的发文完全一样。那第一个有人传话嘛，第二个他要奋战到底了嘛？为什么要喊话？李文忠刚苗博雅讲的，就是剑指这个不要放弃呢，我还在盯着呢。你李文忠不要放软呢。结果一不小心提到李文忠，差点又被带回去。然后最后是。大家看到柯文哲的画面，跟看到黄国昌预期的反应完全不一样，他才发现，就像刚刚讲单线操作，原来黄国昌只是政治组的，司法上面的法律攻防，其实柯文哲在里面，他说这1年来我读了很多书啊，哇，他读的是起诉书啊，他已经帮自己想好接下来要怎么打，他充其量只能算是他政治组的棋子而已。我认为黄国昌情绪反差最大的原因在这里啊，你看我一下子要推蓝白合干嘛的？我跟你讲，柯文哲如果心狠手辣一点，出来会说，帮我看一下那个讲卢昌配的是哪些人，举手我看一下好不好？哇，那就出大事了。就是你以为柯文哲不玩了，或者是大家可能觉得柯文哲政治能量没了这件事情，居然在柯文哲出来之后，发现一切都是泡沫，所以黄国昌自然就心很累啊。你看他连今天这几天看到很多网络标题下的叫做黄国昌连骂赖清德都没力气了。他以前骂的底气是什么？这个叫做内压外转嘛，就是我民众党团结不住，我骂个赖清德让你们跟着我走嘛，我骂个赖清德让国民党跟我合作嘛。结果现在我为什么要骂赖清德？你们看起来都是听阿伯的啊，对不对？陈志涵不惜见阿伯一面，也要上这个可能涉嫌跟证人碰，然后他硬去挤那个柯文哲旁边的秘书位置。没有人在理黄国昌在干嘛。麦克风堵麦的时候，黄国有没有人要问我？你们都没有问题嘛？对，没有问题，你赶快走，我们要问柯文哲。所以如果刚刚这个这么糗啊？前2天有一个画面呢，你们俩是好朋友的？不是，我就是不舍了。你对黄国昌对国民党，黄国昌对国民党很友善，黄国昌对国民党是倒贴的，是，我心里是感谢他的，对啊。对嘛？所以国民党那边也会突然就我现在是要找谁谈？黄国昌已经跟我们谈10之8九了啊！新北市这个我们也知道，他这个就是一个地方可能要换其他地方的嘛。本来都已经觉得黄国昌很好掌握了，因为他已经倒贴到几乎是100%。突然来一个柯文哲，哇，柯文哲还不是只有用黄国昌柯美兰为什么要出来叫大家冷静？所以他其实就像刚刚讲的，哇，他分很多组最难听的话、最强烈的攻击、最可能涉险的。都让黄国昌这个外人去做，然后出来温情喊话出来柔情似水，出来讲说文忠我还在拼那个你这么无辜那个检察官是历史罪人，哇，这种话就让他们自己人来说，哇，黄国昌突然一夕之间变路人对他来讲，他这1年做了一个党主席的美梦，突然就泡沫化了所以这几天在谈论这个黄国昌，不是不是大家在开玩笑的。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柯文哲至少他从出来演讲到今天，我觉得他至少展现了一个很强烈的政治宣誓，就是我会站到底。
不管是在司法上，在政治上，我没有大家想象的，就是你关我1年我就放弃了。你看我的橘子也没有回来啊，他出来你可以想象他神采奕奕耶，他出来看一看，橘子没有回来，哇，那个沈庆金还没有认，哇。天下局势一片大好，我关1年出来变悲剧英雄，所以他的盘算是这个样子。那可惜了黄国昌啦，哈，然后只能说总是要当人家打手的，你很难自己当老大啦。我在猜，民众党还记不记得，连江河树都有跳出来嘴黄国昌，然后也有跳出来在那边陈志远阿贝谁在害你，谁在帮你不知道，所以就可以知道说，民众党的基层还是以柯文哲为这个中心。那反正这1年的闹剧过去了，我们就看看。柯文哲出来之后，民众党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因为昨天一样维持原裁定，如果算起来算是3进3出吧，就是上去再下来，上去再下来，然后包括因为第一次院方第一次是3000万嘛，第二次7000万嘛，然后再来一次就是这一次还是维持7000万。但小平所有这些的过程，基本上民进党等一下博文一定回应说关他们什么事，但所有的包括小草，包括柯文哲。连讲起来，连昨天他最后还是有撂一句话，他绝不投降，他还是有撂这句话。连在庭上他也有讲这句话。现在刚才 Thank you 说，本来都是黄昌言必，不是称赖清德，言必骂赖清德，言必这样。现在是柯文哲，他也是啊，他最早一直指着赖清德总统就是柯文哲嘛。所以这对于包括民进党、包括赖清德总统所有这些民调或所有这些，结果多少都产生反应的是在他们这。当然了，以前我们新党最强的时候是13%。请问那个时候新党打谁？打李登辉啊？就还不用讲，但打李登辉。然后今天柯文哲跟黄国昌不打赖清德才是棒槌，又不是植物人，打死为止嘛。打死除了巩固自己的票，还可以吃到蓝的票，不打吗？不打不是250吗？当然要打嘛。然后就吃你们的票为主。慢慢，我知道这个是蓝白合，我们要戒慎恐惧的地方，我知道啊。来看这个民调，这个民调大家看一下哈。这个2024的这个每个月都做。那5月的时候是58%满意，25%不满意，这叫做庆祝行情。当选了嘛，当然就是台湾人很友善嘛。那接下来一直到5月都维持45%到50%，47%、8%哦。请问你哈，到5月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国民党不是有造假那个死亡联署吗？然后那时候就简单讲，在投票726之前的前1个月到6月20几号的时候，还有超过10个选区是罢免。那个罢免同意票超过不同意，那为什么最后1个月翻转？投票前1个礼拜，蒋官跟我们讲说，台北市1个都罢不掉，那最后投票前3天又听到连叶元之都罢不掉，我想说，怎么可能啊？想说总会掉几个吧，对不对？罢不掉就是没罢掉，为什么？今天柯文哲是非常懂政治的，记得他讲了一大堆，可有一句大家有听到，因为检察官压我。因为北检的不信任嘛，32比0，因为检察官好，那当然我们现在蓝白没有拿出赖清德指示谁去要压他，这个不容易，但即使没证据，那是不是执政者要概括承受人民的观感，对吧？观感，他压1年真的太久了啦，黄旅被压也太苦了啦。那当初如果做到恰到好处，他压2个月，再延2个月或延3个月啊，就是柯的部分，黄旅就给他1000万。重保不要压，我跟你讲，我们绝对被罢掉好几个。我说我们国民党 OK 好，那白也不会这样倾巢而出去投啊，等等好。那所以我讲说，那现在声望还是维持的5成多不满意，3成多的满意。那徐国勇跟拉巴出来，是不是要重整旗鼓？那是民进党的事。我们好，重点是什么？重点我们讲，时间是动态的。我们要讲动态。第一个，请问10月18以前是不是不会宣判柯文哲案？柯文哲现在公益侵占跟他连证人都还没有问完，怎么宣判？明年1月嘛。可是10月18是什么日子？本党主席的日子。对，所以从现在9月，这10几号到10月18这个月，基调不变。蓝白合基调不变。那有些人会很激进，有些人甚至喊出当初选主席的人，甚至喊正的给柯做都没关系，然后侯友宜做副的。所以柯文哲有可能会变成党主席辩论的题目。会。就蓝白合的强度，那我们的党员选择是要舔白还是恰如其分，这是党员的智慧选择。用到舔白了，有些人他们有过头了啦，有些啦都过头了啦。好，再接下来，今天如果有人当选主席变成
这个真的不小心给柯变正的，那我们是开玩笑。我们这个党100多年的政党，孙中山都不高兴哈。好，这个后话再拉回来。可是主席选完之后，现在第一阶段主席第一重要，可是接下来呢，长久重要是2026跟2028。请问在座的大家，明年1月判决的时候，很多罪加起来不是只有一个罪哦，因为3个罪啊，叫做金华城、公益侵占跟政治现金，甚至接下来台智光、雨果市场、北四科跟南港转运站等等等等，是不是都会在这个2028的这个投票前，那时候会一审宣判？是不是都会在这个2028的这个投票前，那时候会一审宣判？我现在只讲一审加起来的刑度，累积刑度。你说能不能选总统？对，这是第二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本党谁当主席嘛？就柯文哲如果要是有被宣判超过10年，他麻烦。对，那他就变成呢，本来是称王者，变成赵王者，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都看他幕后跟自己不能选，那还是2件事嘛。那黄国昌哈。你们现在的笑他，我跟你讲，他就是由黑翻红，好不好？到那时候，你要跟 Thank you 讲，哎 ，Thank you， 哎，对，我无所谓红黑啊，他骂你骂最痛哎，我没关系，他怎么骂我还是公正的评论啊，在面对面哈。简单讲，因为黄国昌小，柯文哲大，黄国昌好相处，柯文哲比较不好相处，蓝白合，所以我为什么要感谢？我不是张一山在那边偷笑，我是发自内心的诚恳的感谢。那你讲这个时候不要笑，虽然他骂我，常骂我哈，重点是黄国昌说卢昌沛真的假的不管，总是一正一负，你们是正合理对。可是柯会当你负的吗？柯如果可以选的话，最大的变数是柯判刑判到10年以下，但这几率很小，人微乎其微。那个时候是蓝白合最难的时候。那接下来江河树啊，所有的人啊，都会跳出来说我们要选正的啊，然后卢是负的啊什么，那个就是民进党正在等待这个机会。但是小平，不管怎么说，你说从柯文哲2020年一直到现在，包括他被羁押的时候，黄国昌显然接了他的棒子，就是蓝白之间，如果你以反绿的角度来看。从柯文哲到黄国昌，如果跟国民党所有的领袖级的人物比起来，不可讳言的反绿的第一大将一直都是民众党的人啊，看起来不是国民党的人啊。我这样讲，大家同意吧？感觉上骂民进党，骂赖清德，骂什么？从小英骂到赖清德，感觉上骂最厉害的都是不是柯文哲就是黄国昌。国民党相信这样，所以为什么你也不会演，他们会拉走一点你们的蓝营的票、拉是慢慢拉，但瘦死骆驼比马大，何况卢秀燕是很健壮的骆驼，本党还是大，好不好哈？还是大健壮骆驼哈，骆驼1-2千公斤，马才几百公斤。好，2000年为什么阿扁当选？是因为本党很大，李登辉那时候还执政，但宋楚瑜比连战强很多，就21天作5，他民进党的胜利方程就是4-3-3嘛，就算2535也是他们赢嘛，他们团这边60如果拆开好，那以前呢，柯文哲在的时候，柯文哲没有犯案，2024的时候没有案子，柯文哲没有输过总统，他选了第3名，那个时候基本还是维持一个4-3-3的大概念，就是40啊、30几、20几。那现在柯文哲不比以前的柯文哲，那黄国昌当然那个道行没有当过8年的市长，所以简单讲就是一大合理就好，蓝白合，一大一小才能合，一样大是最难合。那民进党也在等待机会，民进党现在重整旗鼓，这2个人很强，我认为一个拉把，一个那个邱义仁还有徐国勇，他们会慢慢缓步上升。我们不要永远是什么64，人心是会变的。好，那今天2个变数我们戒慎恐惧，一个抗中保台再起 ，OK， 一个柯文哲蓝白不合，这2个就是民进党的机会，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好，来波，那对民进党来讲，也看到包括赖清德总统的民调最近面临到的一些的逆流，然后包括刚才小平也说了，你们邱义仁是现在在类似你们的选对会还是主召集人，然后徐国勇担任党秘书长，然后徐国勇最近他是每天直播吗？因为他每一天骂起黄国昌，或者直接这2天还骂了
蒋万安啦、卢秀燕啊，反正他现在秘书长感觉上是主攻手的感觉。让观众们先看一下，那包括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然后直接对上黄昌他们黄昌也讲到，包括今天开庭，他也讲到。包括检方的一些问案，他直接说是民进党在用这些在做政治侦防，让你都看一下。来，为什么问来问去，要问李文忠？对于台湾民众党的党务，对于台湾民众党的财务，你们检察官现在是在司法程序上面做政治攻防吗？可以这样干吗？什么时候我们的司法程序可以被滥用成这个样子？所以贪污党装叶克膜，真正装叶克膜的是贪污党嘛？涉嫌妨碍公务，竟然拒绝警察传唤，拒绝警察传唤，这就是黄国昌。所以我下个结论：黄国昌看不起蒋万安，就是这么简单。所以黄国昌，你可以拒绝警察，可以拒绝检察官传讯的，你的日子没偌久啊啦。你的日子不久啦。勇哥还是习惯当媒体人的感觉，习惯在镜头前面讲话的感觉。来，博文，我觉得勇哥他只是在于基于一个事实上面的一个评论，他都完全合乎事实的一个评论。但是因为我跟小平也长期以来有一些交情，我刚刚看到小平这样一股脑的这个好像陷入了那个。恋爱的那个情境之中哦，我其实替他有点担心。不，我爱上谁？我觉得小平现在就是你们国民党现在有一点哦，我觉得有点像在吸政治大麻。有点像是这个饮鸩止渴。我跟大家讲，我每次看到他们把黄国昌跟这个蓝白合作、白蓝合作讲的这样，好像哇，这个未来一股美丽的憧憬，我都觉得我衷心祝福这个未来会如何？我就简单点一下小平就好。小平，你都先不要讲县市长的合作了。这个白银他如果要成长，最重要的其实不是县市长，他心里也很清楚，县市长他有多少本事，他有多少能力可以拿几席，他心里清清楚楚，这我们也不用点破。最重要的是市议员嘛，他下一次我相信民众党最强的布局一定是希望摆在市议员的席次可以增加，这个才是真正他的基层实力后勤嘛。好，那我就请问小平啦，小平，请问你中正万华区你要让几席给民众党？就这么简单，就中正万华区就好，不要谈到其他，都不要谈到什么新北市长合作、台北市长合作、新竹市谁让谁，你就盘点台北或新北，你国民党准备让几席给民众党，就这样。那如果你盘来盘去，哇，一席都让不出来，你们就算是县市长合，那也是假的合，更不用讲说2028。好，所以我讲的都是很政治务实面的东西，这个都是你直接会面对到的问题嘛。小平，你们因为今天媒体上报，连应小薇的女儿搞不好都可能在中国跑出来。如果这样的话，那你们的人基本上还是满的啊。应小薇的女儿选的话，有3个途径，第一个用国民党提名，据说不是党员，来不及。OK。然后民众党会提2个，还是提他，还是提吴怡轩，怎样？这是民众党家务事。第3用无党，用无党。国民党在中正万华，我们长久提4席，上4席，我们大概7万5啦。民进党大概6万。那蓝绿以外大概有2万5到3万。那所有的蓝绿以外第3势力等，包含民众党在里面。那应小薇的女儿选的话，她选择了小草。对不对？发草早餐那都是很有一些政治意涵。他拿的票是吴怡轩的票，跟我们票没有关系。可是你们会愿意？但有可能选，也可能啊。你们会让任何大家让吴怡轩还是让应小薇的女儿？让民众党，我们以民众党为主。我觉得看主席啦，我觉得还是4席吧，还是会提4席的。还是会提4席。所以不会让。理论上不会让，我觉得不会让。理论上不会。当然，我们是一窝票。博文讲的对，我们是一窝票。那他们现在4个现任的，我觉得既然我们该当选都当选，他们4个现任当选，只有松山信义跟中正万华在台北是值得讨论，对吧？让不让？很简单，松山信义你要提5或6嘛，新的主委跟主席；中正万华你要提3还是4，那概念就这样对。那所以我讲的就是说，我不是说，因为我知道小平刚刚讲到这个白兰河，他觉得讲得很嗨，我现在不是要解嗨，你知道吗？其实。我坦白讲，小平他妈妈以前跟我多好，你有一点他妈妈警察临检，他姐，他妈妈以前在板桥是挺我的所以我都很感谢他。所以我坦白说，我也不会，我也觉得小平在这次所谓的这个柯文哲案，他也是受委屈的。
是非分明嘛，错就错，贪污就贪污嘛。结果他被国民党内骂成这样，所以我认为目前呢，我看起来就是说，柯文哲他唯一的一条路就是这个政治的路这个大概即使100万分之一有生存的机会，他都还要尝试。所以你看他利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对小草的魅力，然后不断的去擒了这个民众，去擒了国民党。然后未来如果能够成功的形塑成未来蓝白合，一定要找柯文哲谈，那他垫高他的政治能量。所以我在看这次我本来都很担心说我们的司法实在是在这种民众党、国民党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用政治压力之下，我其实都很担心那些司法人员，毕竟他们也是血肉做的，会不会受影响？可是还好，我看到这次的这个交保的这个结果，我其实他交保不交保我都完全尊重，但是我觉得我看内容，我觉得至少说他说出一番道理来。我其实他交保不交保我都完全尊重，但是我觉得我看内容，我觉得至少说他说出一番道理来啊，例如说这个大家都说陈志涵啊等等这些证人可能接触，那他讲的是说可能接触到了这个证人有几百个，可能这需要再明确再界定。那同时他也认为说有一些重要证人经过交叉诘问之后，其实他们的这个供词都已经巩固了，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也不应该再作为。所以类似像这样的东西，让我觉得说我们的司法人员至少还能够这个非常这个论理的，然后非常这个思虑清晰的来处理这司法，否则我真的觉得特别担心的是，像9月19号立法院开议的，立法院开议之后，你看国民两党，它跟以前都完全不一样。以前的人我常讲道义有道，以前黑道大哥还讲求一些道义啊，现在的政治人物已经没有什么政治道德可言了。以前黑道大哥，我们跟上公在跑立法院的时代，你想想看那个时候，什么黎明义罗不住，那你也是上古神兽啊，你也是那种年代，只要说敢去登记司法法制委员会，我告诉你，不死也半条命，光登记而已就今天那个谁罗大哥去登记司法法制委员会，隔天出来噼啪骂到他翻掉，你知道吗？现在没有啊，现在我就是摆明我来司法法制委员会，我就是要修理你法务部长。我就是要修理你司法院的，我下个会期我就针对你们的预算一本一本拿出来，然后接下来安排会勘北检、会勘这个土城看守所，通通都给你来这一套，这个已经是赤裸裸的政治干预司法到这种地步，所以我觉得真的今期相比，会觉得说现在确实有些政治人物的那个政治道德实在是沦丧到无以复加。但上空，你看柯文哲出来以后，刚才来宾也有提到。那个手法上软硬之间，譬如柯美兰的喊话，就小草大家不要那个暂停抗议的活动，而且他说暂停也没有跟你说不要，但是暂停可能也看了一些的状况。但黄国昌今天刚才镜头上面看到，直接痛批检察官根本在做政治侦防，那就是在做政治打手这样一些的味道。软硬之间所有的处理上面，然后再加上陈佩琪什么褥疮啦。软便药，对软便药，好不好？这软便药这些出来，我相信小草听了一定很心疼。或是蓝营刚刚讲到，他们某种程度在蓝白合这个大舵之下，一定有一些蓝营的对他们的支持度会越来越高。所以这就柯文哲往下一路的所有的盘算是这样的吗？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有一点打在监所里面回应说，我1年看不到阳光，然后在监所里面一下子脚淤青啦，一下子台风青菜不多，所以便秘啦，要吃软便药啦。然后说陈佩琪写的嘛，下肢无力啦，走路的时候膝盖颠簸。你讲的形容词这么多，但是。我记得柯文哲应该9月8号出来的嘛，我不晓得还有没有那个画面，9月9号他出庭那个爬楼梯那个轻盈的步伐，看起来像吗？真的完全看不起来不像然后他说他思虑变慢。黄国昌在有台的节目里面说，我跟他谈了3个小时，他觉得柯主席跟以前一样敏锐。以他个人来说，甚至于更全面、更有远见。
那这个听起来全面、有远见、敏锐，对抗思绪变慢，这个词会不会太冲突了？你看他今天在庭里面，后面的时候，他拿起麦克风说他要说话，然后他要说话，他又提了那个小英3号。对，他说他扁帽工厂为什么不去收一收嘛？对，为什么不收一收，抄一抄？然后又说那个他的电话怎么样？那为什么那个赖清德的电话不收一收？你注意看，他又回来讲政治喽，所以不要忘记他的政治性格，我觉得是越来越强烈。而这个政治性格越来越强烈的过程当中，他去反绿，他去对抗绿营，他打绿的过程当中，他逐渐会把一些蓝营反绿的票，会把蓝营里面基层里面反绿的票打出共鸣以后，移动会移动。不要忘记我常说嘛，不管正传媒说朱立伦的政治羁押说，或者是美丽岛里面的是不是那个司法政治的问题、赖清德的问题，你注意看嘛，里面去呼应是政治的，正传媒那一份6%9%还6%6.7%，那你再看那个美丽岛7%多，7%多，那换言之一直喊政治迫害，一直去对抗绿营，去怎么样？他在蓝营里面的获得支持的度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等到高到一定程度，改天做民调的时候，柯文哲拥有28%支持度，你们的竞争对手拥有30%支持度的时候，那就很好玩喽，那就有戏唱喽。到最后你们产生质变了，对，你们一样大罪难何不讲了？没有，你们蓝营，对啊，某一部分为了对抗绿营，所以柯文哲现在变成对抗绿营的第一指标的时候，其实蓝营里面的基层随着柯文哲共振的时候，震久了就过去了，震久了就过去了，我们就要避震避震，好，你们慢慢避吧，要好，所以你又看到。其实它的最大效应是产生蓝营的共振。其实蓝营的共振才是蓝营真正要紧张的。如果说你们下一任的党主席又不够强，那真的会被震得一塌糊涂。其实党主席也是很大的问题哦，很重要。张总，来，请问一下，柯文哲创造了很多的金句，解读一下。您做曼德拉，不做伍子胥。为什么？伍子胥虽然是春秋战国，不是金毛狮王，他虽然我想跟你借屠龙刀一用。安静，安静，容小的我先把话说完。来，好不好？等一下，几位来宾都帮我们观众朋友解读一下，为什么柯文哲会说您做曼德拉，不做伍子胥？来，我讲一句啊，曼德拉他利用曼德拉，但是你不要忘记啊，曼德拉虽然。反对一直在为那个种族区隔，在打破种族区隔努力嘛。但不管他做了27年以后，他出来最终做什么？总统，南非总统，诺贝尔和平奖，拿了无数大小奖项。不要忘记哦，他最后是当总统。伍子胥是春秋的战神啊。柯文哲还想当总统？没有，你不要插话，反正曼德拉最后是当了总统。OK， 曼德拉后面是当总统啊，是南非总统啊。是。好，那你再看伍子胥，春秋时代的人物嘛，就因为他的父兄被杀了以后，楚国被杀以后，一系白发，然后就跑到那个吴国嘛。吴国帮那个夫差又打了那个越国勾践嘛，结果他就认为跟夫差说，我们一定要一举歼灭越国。没有啊，夫差没有听他的然后勾践就卧薪尝胆了，这个很有名的故事，10年了。结果反过来把那个吴国打败啊。那当然了，在那之间，夫差就已经听了
旁边逆城的话，就勾践不是有去收买他们，讲了一句话，就让伍子胥刺死嘛。伍子胥就跟他们说：“你要把我的眼睛挂起来，挂在东门，他要看着，越国如何复国，怎么样来打的，看着。”结果夫差到最后败了以后要自杀的时候，叫人家蒙住他的眼睛啊。就说他自杀以后，他无颜到地下，无颜见夫差，那个伍子胥啊，那这跟柯文哲为什么他说不做？就是他就不要当一个战神被杀死啊，被刺死啊，他宁可关完监狱以后当总统啊，两种不同的命运嘛，这不是很清楚嘛？我既然要被关，我今天在这边站了半天，我既然要被关，我当然选择我未来可以当总统啊。我不要被关了以后，未来选择被刺死啊！这个我要选，我也选曼德拉。OK， 对不对？好，不是这样吗？来 ，Thank you。你会怎么解这句话？伍子胥他的生涯有2段啊，那第一段是在吴国当坏人嘛，第2段是复仇成功嘛。那他其实没有讲清楚他是要当第1段、第2段，因为如果逻辑是这样子嘛。两边都有司法，两边也都有政治。这2个人啊，一个是司法一个是司法牢底坐穿，一个是遇到就跑嘛。然后再后来，一个是光荣当总统，一个是回头把以前刺死他的大王弄不见嘛，还鞭尸楚平王。对啊，所以我觉得。先不论他真正的用意是什么，至少发言很精准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司法跟政治双重意义上都有，这2个人都是罪人啊，但这2个人后来都有逆转的意思。但是一个方式是我用正常的手段成功，那另外一个就会变成是我跑去跟别人合作，然后把你弄死。我觉得很单纯，从政治的角度是这样看。所以他的意思是他不要去跟别人合作，把别人弄死，然后他希望能够。你如果问我啦，你如果问我，如果今天我不知道，博文问我的话，我就跟他讲说，他意思就是他要当曼德拉就是独立参选呐，他当伍子胥就是蓝白合参选。你如果问我就是这个你如果问我，我是这样子。你觉得蓝白合？但是最终的下场是一死一总统没有啊，还是把他就是我宁愿弄死你，我也不一定要上啊。我先上去，然后把楚国给搞掉，然后把楚平王鞭尸。对啊，那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啊。你真的觉得柯文哲脑袋会想这么多？没有，我不知道他想什么。你们算楚国吗？你们？但是我刚刚在讲的时候，跟柯文哲最有经验相处经验的张义山在点头了。真的吗？来一下。我觉得是这样的，当然他会说伍子胥打败楚国，楚国当然就是民进党嘛。他现在说你要我去蓝白合打败民进党，我不给。我要做就要做自己要赢，就是曼德拉就是我，所以也是讲要选总统的味道但重点是他讲这2个人的时候都忘记了1月就可以定他的生死了。他的生死不在于这些历史故事嘛，他的生死在于北院嘛。北院现在放你出来，就是说我可能在1月会判你重刑，我现在放你出来。至少我觉得28.5年，你说要在10年以下。难度非常高了，大家的司法的判断都是这样，要10年以下的，除非今天黄国昌已经说了，25他们要跟8位立委开会，这8位民众党的立委，因为黄昌是党主席嘛，对，可是他说，接下来就很有可能，因为柯文哲只要交保，就可能是他跟柯文哲一起陪其他7个立委是一起开会。这7个立委一定听柯文哲的啦，因为都有2年条款的问题，对不对？2年条款这8个立委，不要说7个，连黄国昌都要听柯文哲，在2年条款定生死之前，明年2月之前，那会不会修法？那国民党的态度又是什么？这个是国民党现在，我觉得你们党主席要去面对这个问题呀。我一直在提醒国民党，你们不断的在讲蓝白合，当你们支持柯文哲不是贪污。柯文哲是政治迫害的时候，那柯文哲主张我要把政治迫害给我的这个刑期把它修掉的时候，那你们国民党怎么自圆其说？这个是你们要面对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接下来在法制上柯文哲极想要解套的问题嘛？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司法上很难去解这10年以下的这个徒刑，但是他很可能在立法院去解这个问题嘛？那国民党你们态度是什么？国民党现在不断的喊说蓝白合，柯文哲无罪，清清白白
如果你们不再做一定程度在人权上面跟司法上面的切割，尤其现在交保之后哦。交保之后，他已经没有人权上面的问题。之前你们还可以用人权躲在人权那个大帽子底下说啊，柯文哲多可怜呐，哦，被关到褥疮啊，你们还可以可怜柯文哲。现在被交保出来了，你们现在要对柯文哲现在的所有的贪污的罪行，自己心中要有一把尺啊，因为一审判决就在来了，一审判决下来，你们要骂北院说你们叫做政治迫害吗？我们不会骂北院，不会。哎，对啊，这是你的态度哦。至少我不会。这是你的态度啊。尊重北院的判决。如果傅昆萁就不一样了，你又得罪小草。我关的比你柯文哲久啊。我傅昆萁也是关2年出来，而且傅昆萁把自己经济犯当成政治犯啊。所以傅昆萁自己也自认为他自己是政治犯。所以如果是傅昆萁做党主席，他可能会跟柯文哲合作哦。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国民党对于所谓的蓝白合现在讲的这么高兴。当然是为了赢，为了选票。但是如何面对选票赢了之后，你们对选民要如何交代？如何对自己当选之后，你们自己要不要去实践你们的政治理念的问题嘛？民进党为什么可以说我输就输？为什么阿扁的问题他们可以极力直接把陈水扁开除党籍？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有司法上面判决有罪的情况下，还去力挺自己党籍的前总统，所以他们可以8年输了8年之后，然后站起来。那国民党要吗？这个就是国民党未来要跟所有国民交代的问题啊！我觉得这是国民党的难题，但是你们自己要去面对，跟自己要去解决。来，三哥，我先请问一下，你刚才当然有提到说，包括柯文哲在你说在法庭交保啦，什么黄鸿昌的表情啊，什么这些，但你看黄鸿昌现在他自己说蓝白合，他说民众党不是会占人家便宜的政党，意思就是他们也不会拼国民党。大家就来什么民调啦，或者说我这些，可是然后在党里面，他也说那7个立委就跟柯文哲，照理来说他是党主席啊，柯文哲没有任何实权的，但可能以后25就是然后柯文哲跟他一起跟这些人开会，那这样一路发展下去，你对于包括民众党内部，因为也不是2个太阳，反正就柯文哲跟黄鸿昌这些，还有跟国民党之间这样的合作，你会怎么判断？好，黄国昌过去在时代力量的时候，有一群自己的子弟兵所以那个时候他要开始斗争的时候啊，他会去试探嘛。结果你是小绿，他不要他没意见，他开始去试试看，说我当老大好不好这样。那最后呢，遇到很强力的反扑嘛，那有人退党，黄国昌自立为王，那时代力量就成为他的政党。那民众党一定也会干一样的事情，可是他绝对没有想到的事情是，民众党里面的这一些白卫兵比他的都还要更坚定嘛。所以他可能有这样子试探过了，但是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他终于明白一件事情，他只能当民众党的业务，不能当他的老板。他终于明白一件事情，他只能当民众党的业务，不能当他的老板。所以当国民党大老板要来谈的时候，他们当然会跳过业务。这个时候业务喊5折、7折、8折，那都业务自己的事情啊，一定是跟老板谈的嘛。所以他现在他一定有一个瞬间幻想说，如果我在柯文哲之前能够先达成一个对民众党有利的 deal， 那我就问国民党为什么要跟你 deal？跟你 deal 了算数吗？跟你 deal 一定是最好最佳解吗？跟你 deal 之后会不会回去又变卦？那我为什么要跟你 deal？你说柯文哲曾经真的有翻脸过黄国昌目前为止还很听话。那是因为黄国昌想要借由国民党来捍卫他在民众党的这个执政权威嘛，就是你看我可以谈，我可以成为大党大党会帮我的法案，然后我们也可以滋养小党，所以呢，你民众党未来的人要听我的嘛。他忘了一个根本的事情是薪水谁发的嘛？薪水谁发的？柯文哲发的嘛。不要说现在看得到的这些人是薪水柯文哲发的，连跑到国外去的，连他的小孩子薪水都是柯文哲发的，这是柯文哲的育人之术啊！来我这边不用讲什么忠诚，讲什么理念，讲什么政治，我说干的时候就干，我说退的时候就退但是钱都会汇到你的户口，好不好？李文忠当时不是他当什么捷运董事长，当到还可以去翻宿舍，说什么要200万装修费橘子可以这样子出去直接易容术变装然后我以前有听过一句话说，把你
那什么，你现在胖到你妈都不认得，现在橘子现在台湾人也不认识了啊。听说有一次什么回来看牙医的那个变装就已经整个易容了嘛，变长头发，然后身形也不一样。他没有料到的这件事情是，过去时代力量是以理念主政，所以他可以用理念去分化人家。到民众党的时候，我们很现实的啊，谁给薪水，谁给我立委，对不对啊？那黄国昌一看，哇，16个立委里面有15个都是柯文哲找的，只有他本人是他自己找的，所以他也灰心。然后后来才发现一场空，自己是业务。不要忘记柯文哲当初是有给黄国昌签一张自动放弃党务的授权书，你要让你当立委哦，然后民众党的代志你卖插包，你要签名。你可以想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黄国昌跟大老板碰面，他都会，对，我跟你讲哦，对，你可以想象他跟柯文哲一定都是这样子嘛？你觉得他现在有可能做到我想前主席啊，不知道就蓝白合的议题啊，有没有什么高见啊？文哲兄是不是跟我们分享看看？陈志涵我也讨个小八了嘞，你真的放尊重一点好不好？所以他一定就是对啊，柯主席啊，我们那个国民党的部分，国民党的部分怎么谈？你要打金毛狮王？没有了，没有，真的不是。所以。黄国昌他演了1年之后，黄国昌演了1年之后，发现一个很血淋淋的现实。从柯文哲的发文也好，他发现我的好律师朋友已经跟柯文哲比较好了，而不是跟我好。他发现他有司法上他不知道的地方，他发现从柯文哲脸书出现他不知道的讯息，这第一个。第二个，他看到那个排场，发现说原来我的声量、我的直播人数，大家不是喜欢我的质询跟咆哮啊。他们只是想要看我代表的柯文哲跟民众党下一步要并下面棒啊，所以他才发现他只是第一线的战士，他才发现他一直以为他在运筹帷幄，结果他的营区是扎在最前线，是这个心情。可是我以为不是，他们薪水不是应该是黄国昌，因为他是党主席啊。你刚刚讲那些人的薪水不都应该是党里？不，那是2024，他拿了300万票补助款哦，一年15000，那是柯文哲挣来的，不能这样讲。那是他挣来的。当时他是主席啊，他是总统候选人啊，应该这样讲。对。但是为什么大家聊着在讲到最近这件事的时候，阿淼，为什么2014那个时候太阳花？然后网络上面又把黄国昌跟太阳花他当时的一些朋友，因为那个包括那个判决书里面都有嘛。所以大家才会知道郑生源那时候也是黄国昌的律师嘛。是。为什么又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讲？因为黄国昌他现在之所以经常被我们这些太阳花世代人提起，是因为我们大概都还在差不多同样的道路上，但是他一个人呢已经跳到对面去了，所以这是为什么这1年多来他一直不断的被提起的事情嘛。这个网友翻出当初的判决书啊。我觉得你这边这一排的这整个被告看下来，从黄国昌啦，然后这个判决书上周富怡、玉芬啦、违停、魏扬、非凡这一排看下来，你会发现说，就是黄国昌这个人他跳到了这个蓝营那边去嘛，对不对？所以对于他现在在提说这个我以前是社运出身，我是公民运动出身，那我的种种，我的 SOP， 对不对？这些 SOP 是什么？其实坦白讲。我真的也不知道他 SOP 是什么，对，因为这个他像是在这个318深夜当天，他的角色其实是说这个最早是学生，陈为廷那时候还是学生嘛，冲进去，然后的法院判决里面其实有写啦，这一块的下方他有写一些更清楚的，就是大概在21点26分这时间很精确陈为廷进去立法院，然后把立法院议场门打开，然后开始有些学生进去嘛。那时候黄国昌的角色是什么呢？他是其实当天他原本是还没到场，因为他去录一个节目。对。然后大概9点半的时候，他回到立法院。回到立法院之后，他在外面拿着麦克风然后说：“这个各位朋友，我们不会冲撞警察，我们是和平的，请大家慢慢靠过来。我们希望警察让我们进去。我们要占领立法院。”那请各位朋友自己考量，你要在这里，或是你要进去我们不会冲撞警察。他是在那个门口拿那个麦克风，然后叫大家进去这样的一个角色嘛。那当然后来他实质上在媒体上，这个黄国昌、林非凡跟陈为廷变成媒体的聚焦焦点，当然还有旁边一些学生那个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上啦你说他的 SOP 是什么？对啊。
感觉好像那个时候他其实是一个所谓的青年导师，我这样的形象。我先把这个拉回来，因为为什么会讲到什么他的 SOP？ 因为不是83年走读，83年走读以后，警方不是传唤。这也是刚才那个许国勇在骂的那一段，警方传唤，然后他去那个警方那个地方，然后他讲说你们太紧张了吧，你们就不是不认识我黄国昌吗？然后你们要知道我的 SOP 啊什么，所以大家就在问，因为你们以前那个太阳花那个在，所以才会问说，请问 SOP 是什么？那个时候对于我们基本态度是这样啦，陈抗事件如果有出现违法，那当然被法办就是坦然面对嘛，是吧？对，是这样子嘛，对。所以我们从来不会去喊说什么这是司法迫害啊，这个好严重啊，这独裁政府司法迫害嘛。当时所有人其实大家上了法院怎么做，就是讲清楚啊，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因为服贸协议被粗暴的在这个违反程序正义在立法院里面嘛。那我为了要阻挡它，最基础的方式是什么？那没办法，想不到其他办法，占领立法院嘛。那今天你要办我被你起诉，我就上法庭，好好的跟你讲清楚这些。那有罪没罪，法院来判嘛。可是现在黄国昌 SOP 好像变了，就是说他的党遇到任何事情，不管是钱的事情搞不清楚，一本烂账啊，然后到底金华城是什么问题啊？第一个先喊就司法迫害嘛。第一个先喊就是独裁者啊，操弄司法在迫害。那其实这个跟以前11年前好像变了，所以它 SOP 应该有改版。那我们更想知道的是说，这 SOP 之后会不会再改版？因为黄国昌他现在之所以被很多曾经参与太阳花我们这些朋友会一直很无法理解，就是说为什么他改变如此剧烈？包括他在这个法院门口跟他的支持者说：“你们去查一下我以前的经历。”我还真担心他们不去查。真的去查，你就会发现，他以前是说什么？不要怀疑我消灭中国国民党的决心。他以前的经历是什么？他以前的经历是站在国民党正对面嘛，跟我们在一起嘛。那你这个经历一查下去的时候，不是大家反而发现说，奇怪，你的 SOP 变得还真不少。不，这样柯文哲说，对啊，他说他不去那个成吉思汗是开玩笑的吧？我觉得应该不是开玩笑，应该他不知道馆长开的健身房的名字叫成吉思汗吧？是吗？不然黄国昌那边透露说，我也不晓得，反正都在呼应一些什么柯文哲在监所出来的一些问题嘛，就是说他肌肉流失啊，他就跟他说你要去成吉思汗健身一下嘛，哈，健身一下。那他说柯文哲第一时间跟他说不要，我要找馆长练。那成吉思汗不就是馆长的？你从这一句话就知道。他对馆长很熟，但对他成吉思汗他不知道是什么。那这一句话就是觉得那当然那个馆长直播的时候，就有人网友就很好奇问他说，那个柯主席说不要去成吉思汗，那成吉思汗也那个。馆长也只能呵笑了几句了。你看柯美兰讲说，他觉得他哥哥，也接下来也会要好好认真，要面对司法，要把所有相关的这些司法的一些资料要好好的研读，要面对这些事嘛。但黄国昌讲的是未来那可能就刚刚讲说，那现在的8个立委跟他是主席嘛，柯文哲跟他们一起开会，某种程度这是要表现共治吗？我觉得我们是说，第一件事情，为什么要找柯文哲去参加晨会？第一个目的是什么？第二个，他在今天讲到晨会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主持人一直在追问他2年条款。他说了一句话，除非主席另有指示。那你把这2段话摆在一起。黄国昌拉着柯文哲去参与党团运作的过程当中，他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是让柯文哲逐渐里面去思考这个党团要不要解散的问题，这个党团的战力跟他未来接的战力的问题，跟他未来的官司与立法院运作的问题，会不会改变柯文哲突然觉得不行，你们还要留在立法院，2年条款是不是拿掉？讲白一点，就柯文哲跟他一起开会的时候，每一次开现在这8个表现出来的战力，想想看，如果是换了8个新手，
对，还有那接下来谁能够当你的铁卫队？政治上、司法上的操作哦，一动不如一静。不是，你真的认为这是一个要共治吗？真的把柯请来是共治吗？就不太可能嘛，对不对？我觉得是要把党团的战力表现给柯看，看能不能柯会不会想到2年条款是不是干脆废了？否则你看今天的节目上面人说啊，那你怎么带？哦，我们跟柯文哲如果没被羁押，我们晨会25我们一起去，然后一直在逼问的时候啊，2年条款是不是这样？是，除非主席有另外的安排，另外的决定。所以你把这2件事合在一起看 ，OK， 黄国昌真的单纯的只是说来共治吗？其实如果真的要共治或怎么样，其实说一句白一点的话，你黄国昌直接重要的事情去问柯文哲就好了。如果真的要共治或怎么样，其实说一句白一点的话，你黄国昌直接重要的事情去问柯文哲就好了。然后告诉大家说，前主席柯文哲的意思是怎么样，啊，我们怎么样？何必把一个要打官司的人每天请来，25请来，目的是什么？那另外当然柯美兰，我相信柯美兰也很关注他哥哥的事嘛。不要忘记一件事啊，在念那个那个审判长在念那个裁定书的时候，他是不是被打断？他打断的时候说了一段话，就是外面喊早早喊什么清清白白什么什么哈，他说那是他们的言论自由，但是已经传到庭里面，有干扰庭里面，甚至于影响证人。那讲白了一点话，审判长也是人啦。你们这些人在外面会不会把审判长搞得情绪也很不好啊？审判长情绪不好，对柯文哲好吗？当然不好，因为出去那个外面的人是你在一直跟我喊清清白白，影响证人，那我判有罪的话，那你们的意思是我不对了？我不对了？你说把审判长情绪搞得不好，把这些3个合议庭的法官每天在外面就听到你们清清白白，那我们法官还要不要审？你说那个情绪会好吗？那不好，谁倒霉？柯文哲倒霉嘛？所以你说柯美兰那一段的讲话，基本上我觉得算是一个理性的讲话，就是说让柯文哲静下心来跟律师讨论，因为坦白说，最后的这一段时间要进行终结辩论终结等等。他进入了一个最关键的时刻嘛，OK， 最关键的时刻，就希望大家让柯文哲让他哥哥在庭里面专心的应付，不要在外面搞一些抗议怎么样？那今天讲一句白一点，我柯文哲是已经可以出来的人哦，除了电子脚镣监控以外，我是可以自由行动的。那请问你外面办抗议活动，柯文哲该去还是不该去？帮你办，你该去还是不该去？你该去还是不该去？如果你去了抗议司法不公，什么清清白白，法官怎么看？怎么看说柯文哲去，或是老婆去？那法官要怎么看？好，这整件事情，其实我记得上次有在节目里面请教过博文，因为黄昌不是讲说，民进党有没有派人去跟陈佩琪他们说什么什么？这2天又说。是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是不是有跟民众党的委员有讲到财划法啦？有没有要瞧什么？后来发现是说是那个有民众党委员到总统府参加活动，然后潘孟安民主党是不是有讲说，财划法那也不是在瞧事情，而是在讲说这个到底那朝野之间大家应该怎么办？可是黄国昌跟柯文哲一直讲的就是民党不要再派人来这个啦，我不会投降，也不会屈服，也不会所有这些。然后有另外一则的报道是在讲说，现在民党因为好说从726、823以后，大概对于绿营的支持者的士气也比较低迷啊，或什么。然后你们现在是维持每一天府院党还有党团全部都要每天开会，然后舆情所有这些，你们现在是用这样的方式，希望把所有的事情士气打起来吗？我先用一个大架构来讲一下哈，就是说
民进党的这个党性是这样，你看我们大选选赢的时候，我们真的也只有高兴一天，而且上面会特别交代，我们就高兴一天，明天开始就是另外一个新的战斗的开始。OK， 好，所以这是我们面对胜选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这样。好，那我们低潮的时候，我们现在在坦白讲，现在是在谷底的时候，在谷底的时候，我们就是谦卑以对，但是我们会调整队形。我举例来讲，我们战术可以灵活的调整，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用太考虑战略，因为我们的战略目标跟价值一向都很确定，所以我们的支持者、我们的选民都知道，我们绝对会捍卫主权、坚守民主，然后希望台湾的经济发展，这样的一个主轴是很清楚的。那我必须要讲，就是我看国民党哦，没有办法从历史学到教训。你刚刚提到这个，到底他是要曼德拉还是伍子胥，你都不用讲那么远的事情，我就提2023年就好。哦。国民党2023年当时那个时候真的叫蓝白合，为了蓝白合吃了多少亏，好，那个部分那个简直是儿戏一般的，吃了那么多亏，可是显然他们没有得到教训，所以接下来2028我称这个已经不叫蓝白合，叫白蓝合，我不是有什么寓意哦，因为过去是感觉是国民党主导的蓝白合，我跟大家讲，继续这样下去哈。我觉得到2028，国民党有一天会感受到什么叫生不如死。好，这种感觉，明年我跟大家讲，明年3月开始议员初选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感受到了，都不用太久。你不信，你明年2、3月开始，党内开始要初选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议员是小番茄还好。那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就是说，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讲说，柯文哲到底要不要出来，或者到底，我相信。陈佩琪是真心的，他不管是理性或非理性，我觉得那个我都感动在其中了。先不要谈他有没有贪污但是那个就是一个夫妻之间的一个情感，可是我认为黄国昌是真的想要让柯文哲出来吗？我是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为什么？刚刚上公在那边讲说，哇，那个陈慧共治，柯文哲没有出来之前哪有共治的问题？柯文哲出来之前，我黄国昌讲的就是啊，就出来了，没办法。对啊，他现在就出来了嘛，所以还必须用共治来稍微掩护一下内心的这个不满嘛。好，那都其次，那他们党内的事情，那你看真正像柯美兰，他就讲实话了。之前那个司法走读的事情，我那时候其实就已经讲说，这个司法走读其实都在害柯文哲。你司法走读，你什么一下子用司法走读的名义，然后去呛检察官、呛法官、呛司法单位。我都先不要管说啊，你可能会激起一时的民粹，但是就整个柯文哲案来讲，你觉得那些承办的从这个基层的这个检察官一直到法官审理的法官，不管受命啊、评议等等，他心里作何感想？我只要一开庭，我只要一审讯一走司法程序，你们外面就发动群众来这边围来这边绕。我今天司法被你们当作什么？我觉得人都会有情绪。人都会有不爽，然后动不动就说哦，我们政治破坏，好像我们每一个司法官、检察官，通通都是民进党的鹰犬，都是民进党的爪牙。我觉得这个东西哦，坦白讲，你真的是想让柯文哲能够好好的、平顺的接受司法的调查吗？还是你在害柯文哲？你难道巴不得说我觉得这种做法好像是巴不得柯文哲，你干脆就关在里面，羁押在里面，都不要出来，最好惹毛检察官、惹毛法官，一审把你重判。你不觉得他们的态度是这样吗？所以你看柯美兰昨天他讲那句话是真的哦。我就看了，其实如果假设我们撇开其他，用家属的心情去感受到，他其实是很沉重。他说：“拜托大家，谢谢大家的好意，但是拜托不要再去为了柯文哲的事情去抗议的，给他一点亲近的空间。其实他就是点出这个问题的关键。所以我觉得柯文哲他一方面因为他太会操作政治，结果到最后其实他忘记了。”其实他本身也是一个被操作的对象。那我今天讲到这个国民党现在因为全党现在在选举在选党主席，我跟大家讲，选举的时候你都很难用理性去评论事情。其实我相信钟小平还有他们国民党内的很多民代，甚至比较这个亲国民党立场的一些相关的政治评论者，他们心里都很清楚，白蓝合下去的结果会怎么样。可是因为现在在选举你看连郝龙斌过去说柯文哲你一定有罪，这个事情一定有问题。他现在讲说啊没有啦，他不是这样讲等等。但是等到国民党内的党主席选举激情过后，我相信很多问题就陆陆续续会浮现出来。OK， 今天现场阿苗跟小平两位台北市议员，阿苗圆环公馆那到底
这整个过程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包括你要到现场去抗议啦，所有这几天，那在媒体上面一直都是讨论一个热点，重点在什么地方？其实这个议题我们已经追踪很久了，因为我们是在地的议员嘛。那它最大的问题是说，过去的科学评估其实都讲说，最主要是那个填平公车中央地下道的影响然后。所以在2021年那时候，柯 P 在当市长嘛，那时候新工处做过评估他说填地下道、拆圆环是所有交通配置方案中表现最差的。那在2024年呢，换蒋万安当市长，去年10月而已那个时候交工处又花了80万委外又做一个研究，他说这个填平地下道加拆除圆环，它会让整个交通的表现比现况变差40%到45%，难以视为可行方案。所以过去的结论一直都是说，在想其他方式改善嘛。那是直到今年3月底蒋万安就是宣布说要填平地下道、拆除圆环，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大转弯嘛。但这个大转弯的背后没有任何具体的所谓的科学评估报告的支撑然后到了这个今年5月底，大家已经在问了，因为我们都有听说6月要施工，可是我们看不到未来的路线的规划图，也看不到具体的评估报告。那个时候很有趣市府还花了300万，在5月底的时候外包一个案子，说来研究这个基隆路罗斯福路口的这个交通改善案。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其实地方上为什么有这么多民众反映说有疑虑这不是只有我讲的，整个过程里面，市府只有在5月29号开过一次说明会，那后来我们要求他加开，在7月31号又再加开，只有2次说明会。非常特别的是，在那2次说明会，因为我都有参加，每一个发言的市民都反对市府的方案，这个很少见，因为通常都会有一部分赞成，一部分反对嘛，那所以这个案件一直到现在，其实到了这个交工处宣布说要动工的时间点的时候，我跟他们要说，那你那个300万的案子结案报告出来没？结果到了动工那一天呢，结案报告都还没出来。那所以在过程里面，其实因为民间关心，所以民间团体包括这个行人零死亡推动联盟、机车路权促进会、环路渔民下一代交通安全联盟、安全驾驶监督联盟这些一堆的这些民间团体。那就有意见嘛，那我们共同讨论其实过程里面我提出过2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你要拆圆环可以但是地下道保留，然后上面呢可以做一些这个 MUT， 也是正交路口的设计。那个市府是说因为有交通黑暗期，所以不接受。OK。那后来我说好吧，那如果是要这样子，基于保留公车中央地下道的方式，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做地面上的标线改善，来提升这个安全？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9月12号当天，这个行人这个零死亡推动联盟，他会说，那号召这些民间团体再邀请我啦、张志豪议员啦到场，我们要在即便知道要动工了，但是还是要把那个意见表达出来。那我是觉得现在施工中，当然在这个交通上面，我们不会去觉得说施工期间一定不能够有这些交通黑暗期，不会去做这么严苛的批评。但是在这边要跟大家强调说，完工之后，因为它变一个正交路口，所以有2件事情要特别注意的。第一个就是说行人的安全，因为行人过正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年在爱国东路有一个很不幸的案件，部立桃园医院的一位名医走斑马线过马路他没有闯红灯也没有违规被一台公车左转的时候撞到，不幸丧生。那以前我们台北市爱国东路是有个圆环的，但现在拆掉，然后发生这样一个事故之后，我们希望未来的基隆罗斯福路口不要有这个事故，行人安全。走斑马线过马路他没有闯红灯也没有违规被一台公车左转的时候撞到，不幸丧生。那以前我们台北市爱国东路是有个圆环的，但现在拆掉，然后发生这样一个事故之后，我们希望未来的基隆罗斯福路口不要有这个事故，行人安全。第二个，行人安全你一定要把行人跟左转的车流做分流。这时候牵涉到号志的设计，到底你一个绿灯要放行几秒？因为绿灯放行几秒会搭配到另外一项的红灯怎么样来疏解那时候交通，可以让新北、台北之间的交通能够顺畅？这个是未来要注意的重点。来，小平。最早的时候，那个
当初那个地下道哈没有好，那时候是普通车也可以走，那现在后来变成公车，只有公车可以走。我的圆环拆掉，圆的变成直角好了哈，我是赞成的。但对于地下道封掉，我是不赞成，因为公车会回到平面道路上。为什么会烧成很多变成？对，就变成政治。然后包括蓝营的人去骂阿苗，说什么为什么那天抗议，然后什么你先走。然后绿营的很多人就去骂蒋万安，什么讲不听，什么一大堆这些。现在已经不是单纯一个公共政策的问题先是苗博雅，因为苗博雅有名嘛，那他就是头嘛。苗博雅跟青鸟都说讲不听嘛，这 A 哈，有进程的对嘛 ？B， 然后这个苗博雅也去了现场。然后这个青鸟也去了现场，那些年轻人，可年轻人就过头找8岁小孩念东西嘛，那以及说给他吃那个擦那个脚尾饭嘛，你根本就是帮蒋万安解套。请问你谁还注意塞车的事？谁还特别注意这个永福桥跟中正桥会塞，因为大家不敢走福和桥，好不好？然后那群众去，那苗博雅也是绿的嘛，那青鸟也是绿的，那账一定算在苗博雅头上，因为群众我不能说他带来的。就他们汇集了，他又先走了，那后来他走了以后又打人了，干嘛？就是打人家3拳的那个，还左撇子跟我一样，那个那个青鸟那个，对，那这个移送法办了，这个事情弄不清楚了，我觉得现在变成政治问题。那为什么青鸟要操作成这样？难道这个公共政策，我认为我都不赞成那个地下道封掉，可就可以弄脚尾饭，就可以打警察3个耳光吗？不，这样弄好不好？这样子，那大家可以研究一下。要不要简单回应一下？我要先讲我反对任何集会时候不必要的暴力。那涉及到有暴力，然后妨碍公务、公然侮辱的这些，台北市警局都把它送办，台北市政府有送办。那我也觉得每个人的权益都要被保障，这是第一点，这很清楚了，因为我们过去参与群众行为到现在这样子，其实我多次都已经这个有讲过了，就是绝对不是在现场攻击警察，这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后续的有一些政治操作，其实是因为要避开去讨论交通问题，所以就有很多那种错字时序的叙事出现，这是我很厌恶的。包括说那一天硬要说是我主办，那大家也知道，社运这件事情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界限，我们政治人物去参与社运的场合，不能够随便去说这是我主办的，好不好？我们太阳花当时蔡英文、苏贞昌来到现场，难道蔡英文可以自称说是太阳花的主办人吗？2004年连送是2颗子弹输了，现场一大堆几千人在那边，我也去了，现场就我一个比较有名的，我就是首谋。我就是被起诉了，你知道？后来一审判无罪。你知道？我跟你讲，就是政治人物去真的要小心。对，你最有名就是你。对，我刚刚让你讲了哈。对，他说现场最有名就是我。对，最有名就是你，最有名就是我。但是你不能够错字时序去随便乱剪接短影音啊。因为说当天，其实我这样讲很不好意思，什么最有名就是我？难道我在讲说张志豪很不有名，然后他还跟我同区的？那这样好像我们在讲说都没人知道他是谁。张志豪比你没有名，又错，又跟你跟青鸟在一起，就扯不清了。我要讲这件事情是说，这其实为什么没必要泛政治化？是因为当天在现场的团体有绿色的，有蓝色的，有不同颜色的都有。难道你要说张志豪也是绿营，所以他就是带来参加，张志豪变青鸟，这说不通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说，其实那天张志豪8点10分走，然后主办单位9点15宣布活动结束。那为什么主办单位没有被起诉？因为这是合法申请的集会。合法申请集会大家有经验嘛？时间到了要宣布要结束嘛？9点15分结束的时候，旁边还有个民众问我问题，然后我回答他问题，讲了大概15分钟。我9点半的时候离开现场。那后来呢？大家就是把后面那些争议事件剪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我后来去查了，它是隔天凌晨12点15分发生的。好，那这件事情结果现在变成是说，王宏维啊、徐小新啊、罗志强这些人，把凌晨12点15分发生的事情拉到前面来，然后说我看到了这些事情之后，我走掉。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很明显的，第一个他回答不出来为什么这个地下道不保留的问题嘛。那他要把焦点转移到说，好像说，大家来打我一个人，把我形象打到都破灭。结果现在变成是说，王宏维啊、徐小新啊、罗志强这些人，把
凌晨12点15分发生的事情拉到前面来，然后说我看到了这些事情之后，我走掉。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很明显的，第一个他回答不出来为什么这个地下道不保留的问题嘛。那他要把焦点转移到说，好像说，大家来打我一个人，把我形象打到都破灭，然后他们在这个议题上就胜利。那我觉得我对于这一种所谓网络上面带风向的操作很厌恶，因为它对我们台北市交通是没有帮助。OK， 好，那这是公共政策，那你会在讨论公共政策延烧出这样。上空最后1分钟，请问一下，国民党党主席选举，马英九今天出来力挺罗智强，然后最近的民调，目前看起来好像郑丽文的民调也好像比较领先，然后赵少康呢民调也有好像，如果他参赛的话，赢郑丽文10%，对他也会领先，所以对于未来国民党这一局，你会怎么看？我觉得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主力还是看几个人啦，就是说赵少康跟郝龙斌谁选，他们两个会出来一个嘛，对吧？对，第二个是郑丽文。那接下来就绝对是看傅昆萁嘛。那如果傅昆萁没出来的话，大概就是郝或赵跟郑丽文的战争了。哦，郑丽文。那罗智强呢？马英九今天出来这样力挺，你觉得？马英九的力挺是会不会让本土派开始转向？哦，原本考虑就开始要转向了。开始要转向。那当然。本土里面还是多数比较倾向于郝龙斌啦。OK。那军系里面是不是也有大咖？曾经当过主委的黄复兴主委在挺郑丽文。然后地方议会里面呢，也有几个算重量级的也在挺郑丽文。所以现阶段大概。看起来就是郑丽文跟郝龙斌的战争啦。那但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有很多民调，颇具有策略性参考哈。我觉得颇具有策略性参考，因为要知道说地方派系的人头票你是测不出来。那个是人头是基本上是我已经框在手上的，那个你去抽样抽一票。其实那个里面是几百票、几千票了。那我就说一个最简单的，你像有些人呢，手头上一握就是以5000、6000人头党员票，就演了2周以后，就在等中南部的一个手握4000多票的缴党费啊，就演2周啊，在等啊，让大家赶快缴党费啊，因为今年的规定党费缴的时间不一样嘛。OK， 所以你就说。这里面有一些派系里面所掌握的人头票，它不是用民调可以测得出来的。OK， 所以这里面变数还很多啊。因为地方派系里面，我听到多数大概都是倾向于郝龙斌了。来，小平，这是你们党主席选举30秒。主席选举啊，还是要选出一个能够主持大局的人，好不好？你这句话是废话，能不能讲重点？那谁可以主持大局？那现在郝龙斌呢？地方派系跟议长系统，县市长是不碰党票的。然后都在派系头跟，特别是议长手上。那议长现在最用力就是周典论跟这个蒋根煌在帮郝龙斌动员嘛。那派系就是吴俊立啊，举例说张荣卫啊，这个在努力在动员嘛，萧景田这些。所以整个大方向，我认为还是郝龙斌。OK，国民党选举因为也会牵动到包括蓝白合的问题了，包括未来2026跟2028，那到底会怎么样？而对国内来讲的话，当柯文哲前主席昨天是裁定用原来一样条件交保以后，那未来又会是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的收看，所以我们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